各位长辈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请您先放下手里的茶杯、遥控器和手机，找个舒服的地方坐好，静下心来听我讲一段关乎生命健康的重要内容。我们这代人一辈子都在忍，忍生活的苦，忍工作的累，就连身体出现疼痛也总想着忍一忍，扛一扛就过去，怕花钱，怕麻烦，女怕查出问题。总觉得小痛小病不算大事，可我必须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告诉大家，这种忍耐不是坚强，更不是体贴，而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。疼痛从来都不是多余的感受，它是我们身体最忠诚的警报系统，是内脏在向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，尤其是腹部、腰部、肩膀这3个部位的持续疼痛，绝不是简单的劳累、风湿或关节老化，很可能是癌细胞正在侵袭我们的身体，甚至已经出现转移的危险信号。临床数据明确显示，超过一半的癌症患者在确诊前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疼痛，越是拖延到疼痛难忍才就医，越是容易错过手术根治的黄金时期，很多人就这样从早期拖成晚期，从可控变成难治，留下无尽的遗憾。今天我就用最通俗、最贴心的话，帮大家拆解这些伪装成普通不适的癌症疼痛信号，让每一位长辈都能看懂记牢，用得上守住自己的健康，守护全家的幸福。首先我们来说最容易被忽视的腹部疼痛。肚子痛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小事儿，吃坏肚子、胃胀、便秘都会引发疼痛，所以长辈们一旦出现腹痛，第一反应就是肠胃不好，消化变差，很少有人会往癌症上想。可就是这个常见的症状，藏着胃癌、肝癌、胰腺癌、大肠癌4大致命风险。68岁的陈伯伯平时身体硬朗，就爱偶尔喝点小酒，半年前开始右上腹隐隐作痛，闷闷的、胀胀的，偶尔还有针刺感，他一直当成胃病，自己买胃药吃，家人多次劝他去医院做检查，他都坚决拒绝，觉得没发烧没吐血就不是大病，没必要浪费钱，就这样忍了3个月，直到痛得直不起腰，脸色蜡黄，吃不下饭，体重快速下降，才被家人强行送到医院。检查结果如同晴天霹雳，肝癌晚期，肿瘤已经大如拳头，撑破了肝脏包膜，再也没有根治的机会。陈伯伯躺在病床上痛哭，说自己一直以为是胃痛，怎么也想不到是肝癌。这样的悲剧每天都在医院上演，真的让人痛心。请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持续2周以上吃普通药物无法缓解的不明原因腹痛，就是身体发出的最高级别警报，千万不能大意。胃癌的疼痛多在中上腹，也就是心口窝下方，和普通胃炎、胃溃疡的位置很像，很容易被混淆。但胃癌的疼痛没有规律，不会像胃溃疡那样吃饱了痛，也不会像12指肠溃疡那样饥饿时痛，多是持续性的隐痛或钝痛，同时还会伴随胃口变差，吃一点就胀，消化不良，更危险的是会出现慢性出血，导致的贫血、脸色苍白、头晕乏力、眼睑变淡。如果长期上腹部胀痛，吃胃药完全没有效果，体重还不断下降，一定要立刻做胃镜检查，这是排查胃癌最准确的方法。肝脏被称为沉默的器官，内部没有痛觉神经，所以肿瘤长到很大也可能没有明显感觉，但肝脏表面的肝包膜布满神经，肿瘤不断长大就会像吹气球一样牵拉包膜，引发疼痛。这种疼痛集中在右上腹，也就是右侧肋骨下方，多是钝痛或刺痛，并且会进行性加重，一天比一天痛，同时还会出现刷牙易出血、流鼻血、莫名疲惫，怎么睡都缓不过来的症状。乙肝、丙肝携带者或者长期饮酒的长辈，一旦出现这些信号，1秒都不要耽误，马上做腹部超声检查。胰腺癌被称作万癌之王，恶性程度高，难发现难治疗，它藏在胃的后方，疼痛位置和胃痛相似，多在中上腹，位置模糊，说不准具体哪里痛，只觉得一片都痛，痛感剧烈，像刀割一样，还会牵连腰背部，像背带子紧紧勒住。最特殊的是，平躺时疼痛会加重，弯腰蜷缩身体才能缓解。很多患者晚上痛得无法入睡，同时伴随黄疸，体重快速下降。出现这种情况，千万别只当成胃病治，一定要做腹部 CT 或核磁彻底排查胰腺问题。大肠癌的疼痛比较隐蔽，多是隐痛、钝痛或进食后的绞痛，食物通过肠道时疼痛加重，排便后会暂时缓解，很容易被当成吃坏肚子，同时还会伴随排便习惯改变，便秘和腹泻交替出现，大便变细像铅笔一样，短时间内体重大幅下降，这些都是大肠癌的典型信号，一定要及时做肠镜检查。讲完腹部疼痛，我们再说说几乎每个长辈都遇到过的腰痛。年轻时搬重物，年纪大了骨质增生，椎间盘突出，让腰痛成了老年生活的常态，所以一旦腰痛，大家都觉得是老毛病，贴膏药，按摩休息就好，从来不会想到癌症。
可很多癌症到了晚期都会发生骨转移，乳腺癌、肺癌、前列腺癌、甲状腺癌的癌细胞会顺着血液跑到骨骼里扎根生长，破坏骨质引发的腰痛和普通劳损完全不同。普通腰痛和姿势劳累相关，休息一晚就会明显缓解。而癌症骨转移的腰痛是24小时持续不断的，越来越重，普通止痛药根本没用。最典型的是夜间痛，白天注意力分散，感觉还好，晚上夜深人静时，骨头里的痛感钻心刺骨，痛得睡不着，睡梦中惊醒，而且被癌细胞侵蚀的骨骼变得异常脆弱，轻轻咳嗽、翻身、伸懒腰都可能引发骨折，也就是病理性骨折。如果腰痛休息后完全没有缓解，还伴随体重下降、极度疲惫，千万不要去推拿按摩，大力按压会直接导致骨折甚至瘫痪。正确的做法是立刻做全身骨骼扫描，查清骨骼内部的情况。还有一个最容易被误诊的部位就是肩膀痛，长辈们大多有肩周炎，午时间手举不起来，活动受限，所以肩膀一痛就觉得是关节劳损，去贴药、推拿、甩手锻炼。可很多时候，肩膀痛根本不是肩膀本身的问题，而是内脏癌症引发的牵涉痛。就像家里电线短路，厨房线路坏了，客厅灯泡却在闪肝脏，肺部的病变信号会通过神经传到肩膀，让我们误以为是肩膀出了问题。肝癌肿瘤向上生长，会刺激横膈膜和膈神经，引发右肩持续钝痛。这种疼痛位置固定，只在右肩，和肩膀活动无关，抬手按摩都无法缓解，就算躺着不动也会痛，同时还会伴随黄疸、右上腹痛、食欲差、体重下降。乙肝携带者和长期饮酒的长辈出现这种顽固肩痛，一定要查肝脏，别再盲目治肩膀。肺癌里的肺上沟瘤长在肺间，会压迫神经丛，引发肩背痛，痛感像放电一样放射到手指，导致手部麻木无力，和午时间极为相似。很多人按肩周炎治了大半年都没用，最后才发现是肺癌。这种疼痛还会伴随霍纳氏症候群，同侧眼睑下垂，瞳孔缩小，脸部不出汗，普通止痛药完全无效。经过1个月正规复健没有好转，一定要做低剂量肺部 CT。 普通 X 光很难发现早期病灶。了解了这些危险信号，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该做什么检查。很多长辈害怕检查，怕疼，怕辐射，怕花钱。现在的医疗技术早已进步，绝大多数检查都无痛、快捷、安全。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详细的救命检查清单，每一项都实用，关键一定要记牢。针对持续腹痛、胃癌排查做无痛胃镜，睡10几分钟就能完成。无痛苦看得清，能发现微小早期病变肝癌。胆囊问题做腹部超声，无辐射，不疼痛，性价比高。胰腺癌做腹部 CT 或核磁，能清晰看到深部病灶。大肠癌做无痛肠镜，还能直接切除息肉，从源头预防癌症。针对肩膀痛，怀疑肺癌一定要做低剂量肺部 CT， 辐射低，速度快，能发现1厘米以下的微小结节，是筛查早期肺癌的金标准。针对腰痛，怀疑骨转移，做全身骨扫描，能精准找到癌细胞转移的位置。同时，肿瘤标志物抽血检查也是重要辅助。甲胎蛋白对应肝癌，癌胚抗原对应大肠癌、肺癌，擦9到9对应胰腺癌，前列腺特异抗原对应前列腺癌。指标异常升高就要进一步全面检查。早检查、早发现、早治疗，这9个字是抗癌的核心原则。早期癌症治愈率极高，很多能彻底根治，而晚期癌症只能姑息治疗，我们谁都赌不起，谁都输不起。除了及时检查，预防才是最根本的健康保障。今天我要揭露3个长辈们最常见却最致癌的坏习惯，都是大家习以为常，甚至当成美德的行为，却在悄悄伤害我们的身体。第一个坏习惯是趁热吃热汤、热茶、热饭。大家觉得热腾腾才香才舒服，可我们的食道黏膜非常娇嫩，只能耐受65摄氏度以下的温度，超过这个温度就会被高温烫伤。偶尔一次烫伤能自我修复，但长期趁热吃，黏膜就会反复烫伤，修复细胞分裂容易出错，引发基因突变，最终诱发食道癌。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将65摄氏度以上热饮列为1级致癌物，所以以后热食热汤一定要放3到5分钟，温温的再吃，别让一时的口感伤害食道。第二个坏习惯是过度节俭，舍不得扔发霉食物，花生、玉米、豆类、馒头、水果尝一点霉，就切掉霉点继续吃，觉得浪费可惜，可发霉。食物里的黄曲霉毒素是1级致癌物，毒性是砒霜的68倍，高温蒸煮根本无法破坏。霉菌的菌丝早已深入食物内部，看起来完好的部分也布满毒素，长期吃会严重损伤肝脏，诱发肝癌。为了一点食物钱，拿肝脏和生命冒险太不值得。只要食物发霉，哪怕只有1点，也要整份扔掉，绝不心疼。第3个坏习惯是长期生闷气。
我们这代人一辈子为家庭付出，委屈自己，迁就别人，遇到不开心的事儿憋在心里，不倾诉，不发泄，长期压抑、焦虑、郁闷，会让压力荷尔蒙升高，抑制免疫系统功能。免疫细胞无法识别和消灭异常细胞，给癌细胞生长创造机会，这就是常说的癌症性格。心情舒畅是最好的抗癌药。长辈们一定要学会爱自己，不开心就说出来，找朋友聊天、散步、唱歌，别把闷气憋在心里，好好照顾自己的情绪，就是守护健康。最后给大家一个简单好记的防癌口诀：彩虹饮食，多吃粗粮。彩虹饮食就是蔬菜水果，颜色多样化，红色番茄，绿色花椰菜，紫色蓝莓，黄色胡萝卜，白色大蒜、洋葱。不同颜色的蔬果富含不同抗氧化物质，能有效防癌。多吃粗粮，用糙米、燕麦、地瓜代替部分白米饭。膳食纤维能清理肠道毒素，促进蠕动，预防大肠癌。各位长辈，我们辛苦一辈子，操劳一生，最大的心愿就是安享晚年，陪伴家人，看着子孙长大成人，享受天伦之乐。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，没有健康，一切都是零。身体不会等我们，癌细胞更不会等我们。从今天起，别再忍疼，别再拖延，别再忽视身体的每一个信号，疼了就查，不舒服就看，改掉坏习惯，养成好心态，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。今天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叮嘱，每一个知识点都是救命的干货，希望大家都能记在心里，用在生活里。也请大家把这份健康提醒分享给老伴、儿女、亲戚朋友，分享就是守护，你的一次转发可能就能唤醒一个忽视健康的人，挽救一个完整的家庭。愿每一位长辈都能无病无痛，平安顺遂，健健康康陪伴家人，长长久久享受幸福生活。愿我们都能把健康握在自己手里，把快乐留在每一天。我们下期再见。